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50周，即从12月12日到12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49周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周开盘价是189.44，周收盘价是179.05。在当周最高价是在191.27，最低价是到达了169.06。那在当周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均值的下方。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4.418亿股，与前一周的交易量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开口不变，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短的红柱，那说明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第49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我们会看到当周的开盘即是最高位，然后呢在周中股价是一路下杀，那在下方遇到了多方的力量，那股价被拉抬到现有的收盘价，并且这个收盘价在前一周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K 线看作是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，对，也就是股价下跌到低档的位置，那后续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。但如果我们把这根 K 线看作是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呢，要注意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第49周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收在189.5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到达212。实际在第49周收盘价是收在了179.05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与实际的这个回档的点位相差是比较大的，但是呢，它的本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回档后收盘价不跌破前一根 K 线的最低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当周49周当周的收盘价，它又重新回到了5均值的下方，所以这样看来这个股价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它是有继续回档的可能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说在第50周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前低，也就是166.185，也就是这个水平线。那对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新低，也就创新低。那下方的支撑呢，我们说下方还有2个水平线，一个是我们说下方的支撑是200均值，是在164附近。然后再向下就是158，在月 K 线图当中的50均值是在下方。
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调整到前低166.185，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我们删除一颗水平线。好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，然后呢，我们保留这个水平线在158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166.185，然后创新低。那接下来的我们会看到支撑呢，或者是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200均值和下方的15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反弹，说在第50周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留有长长的下影线，所以我们说，而且当周的成交量呢是有略微的量增，虽然持平有略微的量增，而且我们会看到连续2周股价都出现了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所以我们说股价也是有反弹的可能的。那我们说一旦股价高开，那应该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，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，我们认为它要重新站上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80到188之间。那我们取上限在188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，放在188。好，这是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均值呢，股价会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股价会继续反弹。那如果继续反弹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00关口，198到200这个位置，也就是200关口。那我们把它也变换一下颜色，这是第2个目标。好的，那我们会发现对于周 K 线图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。说在这个地方有底高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站上5均值，然后会继续反弹，再能够站上这个200关口，实际上能够站上第48周最高，也就是198之后，我们说将会建立头高底高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么股价如果能够再站上198，我们把这条线下移到198。好的，那如果能够站上198，将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那股价后续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237。那我们会看到呢，在这之间我们说209这个水平线，它将会成为一个压力。但是我们为了图上的清晰我们把这条线删除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反弹的目标就建立了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这个198以上呢，建立短期多头后我们说上方会看到这个地带是比较空旷的。那我们说每一个点位呢都有可能会是强支撑强压力，那都会使股价遇压力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对，好，这是股价的反弹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第50周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66.185。那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
我们说股价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。那上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88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188呢，将会继续反弹，而为站上198建立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打好一个基础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50周当周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，是在180到188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我们说它也是比较重的压力，也就是股价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，也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就是我们说上方的这个，我们还可以再给出一个压力位，是这根49周 K 线的最高是在191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那第三个压力位呢，就是在198，对，我们也可以说198到200，在这个区域。同时呢，我们说当周新生成的10均值啊，也在这个区域内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第三个压力位。那第四个压力位呢，我们给出是209，是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然后再向上呢，我们说就是237，对，这条水平线，我们说从237一直到240，因为当周新生成的20均值呢是在238到240之间，所以第5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237一直到240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69，然后前一周 K 线最低，然后是下方这个水平线166，然后再向下就是164，第三个支撑是200均值，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58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其实下方从前低一直到158，这都是非常强的支撑。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加一个句型作为观察，说股价一旦出现下行啊，那这个我们看看下方的这个强支撑在哪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。好，我们变化一下颜色，变成红色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特斯拉股价在第50周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对，就是会突破。我们说的突破是指上方是指188，下方指的是166。那这个突破是2个方向，那一个方向是向上，如果是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4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2，收盘会收在199.5附近。对，那向上突破，它是有条件的，也就是当周必须是高开盘，然后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向上突破。那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0，
最低下方会到达159附近。对，收盘价会收在164，也就是出现新低。那它的条件是当周必须是一个低开盘，并且在周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80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向下的突破。好，如果股价既不向上也不向下突破呢，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也就是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它也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68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4.5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50周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